这里温度低，盖上，别感冒。不用，盖着吧。哎，志远，我好晕啊，送我回家吧。你怎么回去啊？行了，差不多了，散了吧，我们，好吧？谢谢陈总，谢谢乔总。李辉，你上次说你家离我家近，对不对？你顺我一段呗。好。拜拜，心丽姐，你安全到家啊。陈总，我们先走了。小雨，要不我送你回家吧。你送吧。你还能走吗？走吧，师傅，辛苦你。你是一个人，可以干掉2瓶白酒，还可以在医院演完胃出血、全套戏码的酒量。这点啤酒，不至于把你喝挂吧？对啊，我就是装醉，我就是喜欢你关心我、照顾我，不行吗？你对别人都可以这么温柔，干嘛对我这么冷漠？老李啊，靠边停。志远，其实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吗？难道不是第一次见面时候的聚会吗？自作多情，我第一次见你啊，特别讨厌你。那个时候留学生圈子里，好像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名字 ，Lucas。好多女孩都喜欢你啊。Aren't you not interested in finance? Why did you come to our college? I'm here for Lucas. Hey, Cindy. This is Andrew, and this is Lucas. Hi. Hi. Hey, Mario. Hi. I'm Lucas. 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哼了一声。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我不喜欢你。可是后来你的反应，既没有表现得很在意，又没有表现得很不在意，反倒让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去多留意你。起初是因为不忿，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夸赞和关注，而且那段时间我好像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名字，我的老师、我的朋友，甚至我的闺蜜，总在谈论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你。Cindy, where are you going? Chung, I didn't expect you to explain finance in such an interesting way. Since Mr. Chen is such a good teacher, why don't you give an interesting introduction to someone like me who doesn't understand the financ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Derivatives.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buy the Lady Dior bag from Cindy, but you have to buy a handbag at first.
This is derivatives. Price of your Lady Dior bag is intrinsic value. The money you earn from selling your handbag is called in the money. The fair price is at the money. And the lost money is called out of the money. Wow, so impressive. I got it. Restructure. For example, Coach wants to promote and occupy the best position in the print tips, but the business was not going well, that it had to split the booth in half and give it to Fendi. This is called restructure. Am I clear? Very clear. Wow. Cha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 senior who's working right now at MG headquarters.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我也会说一点中文。Bye. Bye, see you. 别动。怎么样？没事儿。脚没事吧？要是穿成这样摔一跤，得多狼狈啊！谢谢啊。不客气。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你帮我，可能是出于绅士风度，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坚定地认为，是因为我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我到现在都觉得，正是因为我的自信，所以才让我从那么多女孩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你。可我没想到，只得到了2年，2年一毕业，你就跟我分手。志远，是不是因为我爱上了你之后太卑微了，所以你才对我没有兴趣跟我分手的？其实你没变，你还是你，只是我变了。你撒谎，你根本没有变。你现在对严小晨做的跟当时对我做的又有什么区别？是因为绅士风度，还是说你真的爱上他了？我对严小晨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不知道，从跟你分手到现在，我义无反顾地跟着你。一是因为我欣赏你的才华，更重要的是，我还爱你。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讨厌你了。为什么？因为从咱们俩分手到现在，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真话。你确定今晚不想让我去你家吗？老李，开车。程总，我们不送新米回去吗？放心吧，有人送他回去。师傅，咱们跟过去。
干嘛呢？我问你，你刚才干嘛呢？啊？干嘛，乔宇？什么我干嘛呀？他骚扰你不知道啊？过来！你起开！你有病吧？这是酒吧，大哥，谁骚扰谁啊？我还骚扰他呢。走。Hey, he's not my boyfriend, okay? Okay. What? Don't be afraid. I'm sorry. Don't be afraid. Man, that sucks, man. 扫兴啊！酒，小姐喝什么？啤酒。好的。不给他，他喝多了。酒啊，我说了不给他，他喝多了。乔总，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行了，不喝了啊，我送你回家，好不好？快，走，听话，走走。干嘛呀？你真要送我回家？啊？你确定吗？跟你玩玩，可以啊。但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不想承认。森迪姐，走。早安。早安。头上有点东西。啊，这儿。谢谢陈总。哟，乔宇，你故意的吧？不是你那……对不起啊，我……你出去啊！哦，干嘛？你不下来吗？我这样去公司啊？滚！那个，要不我给你擦吧，你也看不见是吧？别动啊！你往前点，别动。不是，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你别动。不是。还有纸吗？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据我观察，Cindy 姐和陈总一早上完全没有眼神交流，对乔总的态度也特别冷漠。会不会是 Cindy 姐昨天晚上喝醉之后曝光了地下恋情，所以陈总恼羞成怒提出了分手？哇，对吧？李辉，你分析报告做完了吗？你就在这儿八卦。哎，姚晨，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快说！半个小时之后开会，你们都没看手机？快，走！哎，森迪姐，森迪姐，潘达，准备20杯咖啡，手冲。Cindy 姐，散会。Cindy 今天吃什么枪药了？不知道。叶耀晨，
今天放下你手头所有工作，下午跟我去见客户。Open your eyes today, OK？ 楼下等我。金融跟做金融可不一样，你在学校成绩好，不代表你到公司业绩好。在别的行业里，甲方是爸爸，但在我们这行，你可得先学会做儿子。因为好的投资项目是不可能坐在那儿等你的，你要想拿到不同的客户，光靠在办公室死用功根本不行。你要动用一切的手段，才能把先机牢牢地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与注资，除了表面上需要了解公司的条件与项目资料，还有更需要深入了解的，就是公司经营者以及项目合作者的出身、性格、爱好与过往经历。通过这些来了解和他们是否有项目合作的可能性。高总曾经走过仕途，半路下海经商，在项目审批等方面他经验丰富，尽管要求严格，但只要和他合作的项目都不会出现纰漏。可是他说话喜欢留一半，和他谈项目就要注意话中有话，含而不露。最主要的是听明白他的意图。辛总上道了。名师出高徒啊，是高总教的好。那辛总肯学。这280码是一杆，5厘米也是一杆，两者在积分卡上是没区别的。但是5厘米的推杆失误，要远比280码的开球打偏惨重得多啊。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像我们这种业余的，拿着 Pro V1 也打不进18洞。我相信好学的聪明人跟懂行的老师傅合作，18洞72杆不是没可能。有很多想问的吗？刚才还有，现在都明白了。还不算太笨吗？石总毕业于北大，是个文人，最喜欢古典诗文。别人谈项目喜欢喝酒，而他喜欢喝茶。哟，辛总这一手茶道颇为专业呀。石总谬子啊，只是略懂，请。他的风格也很随性，只要聊得来，一切好谈；聊不来，则一切免谈。所以和他谈项目之前，要先懂茶、懂诗、懂格调。春风休憩忆江南，撒颗茶炉共一担。辛总对我们南园的项目也有兴趣。石总，今天咱们只谈风雅，不论世俗。好，喝茶。这满嘴知乎者也的，可把我给累死了。生怕说错一个字就露馅儿。一想到下次见他还得这样，真是头疼。放长线钓大鱼嘛。行，跟我再去一个地方。辛丽姐，我发现杨总，她虽然是个女强人，在商场上也雷厉风行的，但是她至今未婚，说明她内心娟秀，还在等她的白马王子。所以，与其让女孩子跟他去谈，还不如找个帅哥去谈，对不对？分析的没错。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好，女士，请这边坐。谢谢。请问需要喝点什么？我先不用，我等我朋友来再说。那好，有需要您随时叫我。谢谢。好的。嗨，辛丽姐，这儿。哎，Cindy，杨总，好久不见。是啊。哎，你这哪儿买的？这个啊，走。这个我是在摩纳哥买的，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
给我看看。这个包我也是托我个朋友等了3年才等到的，很好看。说实话，我就差这一个，就能完成我所有的收藏了。是吗？哎，那我可以把我朋友推给你啊，然后你问问他，也许还有呢。好啊，你可以拍一张照，然后发给他。确实挺好看的。今天也带你见识了不少了，我想你回家需要自己消化一下。今天确实是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感谢老师。走了，明天见。Cindy 姐，当幕后英雄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爽？这个你最清楚了。怎么了？上车。我午休时间结束了，我得上去工作去了。这也是工作。去哪儿啊？Cindy 姐，咱来商场干嘛呀？来商场能干什么 ？shopping 咯。不是去见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赵总吗？叶晨，我一直觉得你的衣品太差了，每次跟我出去对外活动，我都觉得你严重影响公司的形象。左思右想，治本是来不及了，先给你治标吧。可我今天下午还有好多工作没做，我现在也没心情逛街。作为你的上司，我认为现在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买衣服，你听还是不听？反正上班时间我说了算。试一下。我不是。小姐这边请。这算了吧。不是也可以，这个月的奖金不要了。看不出来啊，严小晨，身材还可以嘛。行，我那2件衣服和他这一身都要了。哦，我都不要。那辛小姐，包了。好。这太贵了，我不能收。收？我说要送你了吗？啊？这是从你工资里扣的。我工资已经不能再扣了。分期吧。我分期的名额也没了。晚了。我自己来。没关系的，小姐，您可以先试试看，不买也没关系。就要这双了。可是太贵了，Cindy 姐。从你下个月的工资里扣吧。辛小姐，您来了，这边稍坐，我去帮您安排技师。Cindy 姐，我下个月、下个月、下个月的工资都已经透支完了，没钱了。啊？那怎么办啊？要不你慢慢坐，我在楼下等你。哎，我请你。好吧。辛小姐，坐好了。您帮您闺蜜选的颜色真适合她，二位再休息一下吧。她竟然说咱俩是闺蜜，咱俩像闺蜜吗？笑什么？能看到你这样，今天还挺值的。还挺值的。耀晨，你这么说对得起那些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吗？我对这些东西又不太感兴趣。这可由不得你。你听说过凡伯伦效应吗？
凡伯伦效应就是商品标价越高，越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么说虽然很讨厌，但是你必须得承认，一件昂贵的衣服，一双价格不菲的鞋，的确会让你看起来价值更高，在商务谈判中更有气势。所以你不能舍不得花钱，这是在为你的未来投资。又怎么了？我是觉得你一本正经的时候，感觉像在捉弄我，但是你在捉弄我的时候吧，我又觉得你挺一本正经的，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微妙。我也说不好，好像是有点。你今晚回家吗？我想跟你聊聊。叶小晨，你是把技师的衣服穿上了吗？按摩服呀。我只是不太习惯脱了衣服按，所以你要穿着这个按摩？嗯。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可以自食其力，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你一直觉得我比不上那个程之远，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怎么了，小陈？做一半就出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有什么事儿可别憋在心里啊，容易憋出问题。而且啊，难的事情说出来就不难了。这样，鞋子允许你分3期给我。 5期，成交。说吧，什么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你有男朋友？嗯，很奇怪吗？没有啊，就是觉得你深藏不露的。为什么吵架呀？我们之间有点误会，他认为我不相信他的能力，但是我其实是不想他为我牺牲太多了。你这个男朋友是不是不如你优秀？不啊，他很聪明的，而且他特别会说话，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笑起来的时候还特别好看。我说的不是这方面，是个人能力问题，就是说他学习是不是不如你好，然后工作是不是也不如你？那这倒是有点。这就对了，我跟你讲，小陈，男人的自尊心啊都是很强的，他们都是想找那种被女人需要的感觉。我看你不用猜我都知道，你是不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提要求？你这样会让男人非常没有存在感，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他们，甚至轻视他们，很伤自尊心的。可是我觉得他为我做的事情也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这个问题你要换个角度去想，男人为你做事情是为了什么？他们就是为了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你的赞美，得到你的，就好比，你好棒啊，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到，
我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你怎么那么棒啊？不要离开我。谁？哦。我感觉你根本没有明白，我可能白说了。你再想想，我去买单。哎。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哇，长腿迷人，杨柳细腰，长发飘飘，这得是女神级别的吧？哎，没听说过自来新人啊，会不会是客户啊？哎，谁啊？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美女，你东西带了。你不会想说带的是明星吧？姚晨，你搭讪的套路是不是得改一改了？小陈，早。叶小晨怎么变这样了？我刚以为我跟 Cindy 结束啊。看什么呢？上班时间不用工作啊？聊什么呢？哎，陈总。哎，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的作品呀。陈总早。你们干嘛呢？乔总早。走。怎么了？啊？问你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哦，挺好的，不错。不过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我们是上下级关系，有什么好坏之分吗？我这样对他只是因为为我们公司的形象考虑。哦，有问题吗？哎，问你呢，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不错，不错。啊，欣欣，工作了。好。啊，对，我要去厕所。乔总。李辉。哎。办公室。满足。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哦，好像是我打的啊。当然了。什么事儿啊？我跟他求婚了。你求的婚？姚晨，我真是小瞧你了，你女英雄啊！什么时候结婚？他拒绝你了。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分手才能有更好的等着你。可我没想着跟他分手。我跟他吧，你可能不太了解，他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就在他没出现的时候，我的世界只有2个颜色，一个黑，一个白。可是当他出现了，他就像一束阳光一样，把我整个世界都照亮了，还给我带来了五彩缤纷的颜色。这就是我离不开他的理由，这是他的魔力啊！我没有想到你对他这么迷恋。那如果你俩真不合适呢？不会的。大学的时候，
你们两个是可以很纯粹的谈恋爱，享受爱情。可是等到了社会上，你们要共同面对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人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要有一样的追求，要有一样的步调。现在的你，为工作努力，为现实筹措，他在干嘛？他追得上你的步伐吗？难道这个不会伤他自尊心吗？你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的，矛盾会越来越升级的，然后到最后你们就真的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好了，欣姐，我现在不想再听这些事儿了，咱换个话题聊聊。那我们聊点什么呢？说一说我。你别看我跟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其实，在爱情面前，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程志远是我前男友，你知道吧？他跟你说的。他还跟你说什么了？没了。他就没有告诉你，我们俩的开始是因为我的阴谋。我为了能跟他在一起，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天气里，把他约到了我们学校的实验室。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吗？我们直接点，你觉得我怎么样？很好啊。做你女朋友怎么样？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想交女朋友。现在可以开始打算了。好，那你容我考虑一下。你有2个小时的时间。什么意思啊？我让詹姆斯把门锁了，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这里只有你和我。你有这么赶时间吗？我只是不喜欢拖泥带水。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说2个小时就2个小时，你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计时开始。到时间了。我考虑清楚了，我暂时还不打算交女朋友。知道了。发烧了。凯阳，如果你不喜欢我，不想跟我在一起。
起，不要在这个时候对我这么好。过来。开好。Lucas， 你想好了？是，我想明白了。Stop！ 怎么了？什么？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爱我，就连喜欢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对我来讲足够了，因为我很自信，我觉得我那么优秀，他会慢慢爱上我的。我们大学毕了业，我收到了他所在公司欧弟的 offer，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可是没想到。志远，你怎么了？胳膊怎么了？胳膊动不了了。我没有想到这场意外居然改变了一切。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这2年，我们也不像正常情侣那样，我们也就是牵牵手，拥抱一下，甚至连接吻都很少。所以我有预感，我们不会坚持太久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回了中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快又回到了美国，并且很决然的要跟我分手。几天前，我在欧弟辞职了。你辞职了？那你怎么都没跟我商量啊？人家是为了你才进的欧弟。我有别的打算，我打算回国创业。你要回中国？那我们怎么办啊？我朋友和家人都在这边，我总不能跟你回中国吧？你想过这些吗？还是说，你根本没有打算让我跟你回中国？我从来就不在你未来的计划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在谁的计划里。给了。不。为什么突然要分手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爱上别的女人了，所以我就赌气答应了跟他分手。可是我后悔了，我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已经换号码了，所以我们就失联了1年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他在寻找创业伙伴，我就顺着消息找到他，想加入他的团队。我没有想到他会答应，可是他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们之间那段感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他这么渣呀？后来乔宇也加入了，我们3个一起创建了 DH。其实我在他身边的时候，
有很仔细的观察过，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暧昧的对象。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都变了，又说不清楚是哪里变了。他对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冷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甚至陪他加班。我还很讨厌乔宇，因为我幼稚的觉得乔宇来了，让我在他心里连能力很强的这个地位都不保。所以你还说我是迷恋，你不也一样吗？我一直觉得陈志远对你有意思。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别想多了。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第六感，我很了解他的。陈志远这个人对所有人都很好，只有对你，在你的事情上，他的情绪总是表现得很特殊。他跟你说过他有个妹妹吗？他有个妹妹？对啊，他跟我说过，我跟他妹妹感觉很像，所以我觉得他对我好，可能是因为出自于这种情愫吧。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像大叔欺骗小女孩的一种套路？其实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感情就要当机立断。如果你决定不分手，那不管有多少的误会，不管有多少的阻碍，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分手，你就要快刀斩乱麻，不要像我一样拖拖拉拉，这样你才有空间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你回来了，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弄吃的去。香香，对不起，我想通了。本来我是想，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再风风光光的娶你。可是比起未知的将来，我发现我更怕你提前被别人抢走。傻瓜，又没人和你抢。不哭，哭了就不漂亮了。香香，我们结婚吧。行业渐受风头追捧。据统计，上半年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完成23笔融资交易，总融资规模达到3.3亿美元。而在请假了没？不会不记得下午要去干嘛吧？总融资金额达3.37亿美元。6月份，共有9家企业宣布获得风投，总规模超过1亿美元，为电子商务行业融资史上最活跃的月份。企业掀起自建物流风，物流体系已经成为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货不对版，难以验货后付款，已成为网络购物的致命伤。跟谁发消息呢？笑这么甜蜜啊！开会的时候就分神，小心我跟 Cindy 姐举报。举报别人之前，先检讨一下自己。这份报告写得一塌糊涂，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哦。
哇，沈总的文件你帮我给他吧。希望我出来的时候还能再见到你们。加油加油！老板，你的资料。好，放那吧。怎么？还有什么事儿？我下午想请个假。请假？干什么呀？我要跟沈欧去领证。怎么了？不行吗？小常，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为什么？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我结婚，你要确认，不是你要确认什么呀？你这人怎么管闲事管得那么宽啊？反正我不管，你就算我旷工，扣我工资就行。杨有辰，你能不能就听我这一次？就这一次。不能。喂，好，那就周五下午。不行，不能来我们公司楼下，我把地址发给你。再见。你好。哎呀，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呀？我也第一次来，你问我。来，排队先。你好。是不是得拿这个表啊？表在哪儿呢？先快来，去那边很简。表啊，不管，先那个正。啊，这我的。好的，去那边照相啊。好，谢谢。你好，你好。这是他的。哎，好的。这是我的。照片拍了吗？什么照片？那先去那边婚检，然后去那边拍照，好吧？好了，谢谢啊。来。哦，谢谢。婚检。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以后，我愿意用坚实的肩膀负担起你一生的幸福。我愿意用一生的柔情构筑起你爱情的港湾。无论环境是好是坏，生活是富贵是贫贱，身体是健康是疾病，事业是成功是失败，我们都会相互支持，所有困难一起承担，所有快乐共同分享，相濡以沫，忠贞不二，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直到永远。小小，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虽然这个蛋糕有点土，有点小，那你就将就一下。等我以后自己赚了大钱，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最难忘、最浪漫的婚礼。到时候把雨神、魏头，所有人都叫上。到时候我再定制一个10米高的大蛋糕。10米高得怎么切
你是让我站在你肩上往下咔的切吗？那好像也不够啊。笑笑，我们真的结婚了吗？对啊。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老婆啊？不行，我得练习一下。老婆，你别笑啊！我重新来。老婆，我们结婚了！我们结婚了！我现在是他的人了！我们结婚了！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结婚了！喊什么喊？结了婚赶紧回家，别在这儿吵！结婚了喊不让喊？笑笑，我们真的结婚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这辈子都不分开。老婆，大哥。接下来我会对对不起，我迟到了，对不起。好，没关系，坐吧，下不为例啊。接下来我会对各领域的投资项目做一下综合的评估。商业用房的供求矛盾现在是比较突出的。其实，在前几年经济过热的时候，商业用房还是比较畅销的。但是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这几年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是商业用房的住房面积又不断增加，就加剧了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所以我建议，我们的项目重心应该从房地产行业转向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好，就这些。你还有要补充的吗？没有，挺好的。好，那就散会吧。哎，等一下，迟到了，把东西收一下。哎。放着，我来收。哎，潘达，程总下午什么安排啊？程总，我看一下哈。下午2点，爱因斯坦咖啡厅，深思集团董事长。哦，谢谢。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我和沈侯之间就只是需要磨合，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那要是有呢？有什么？原则性问题。我跟沈侯要去领证，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安，问一百问。程总，我们到了。程总，哎，老李，半个小时之后来接我。好。